多点儿，还不好，他说一小块。给你我知道吗？好。哎，没见着有，80吧，人家少我分钱去，人家花9块一个。天津的清真南大寺和门前的红石榴广场，嵌于一片名为“一族里”的80年代老旧砖楼群内。这里既有门面房，又有大大小小的餐车，经营着各类天津特色早点、糕点和小吃等。除了被天津传统早点吸引来的兴致勃勃的游客们，这里更多的是居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。吃完早餐，他们就悠闲地在小广场上歇脚聊天。这里就是因云集了众多天津传统早餐而走红网络的西北角。它隶属于天津市虹桥区铃铛阁社区，因为地处天津老城西北一隅而有了这么一个有趣的名字。就让我们随着汹涌的人流，感受一下这里的热闹氛围吧。灼灼荷花蕊，亭亭出水中，含苞待放的荷花雅致温柔，籽粒饱满的莲蓬清脆欲滴。随着中国风的流行，荷花和莲蓬成了年轻人拍照的最佳道具。古典的马面裙和汉服与淡雅的荷花可谓相得益彰。作为道具的使命结束以后，这些鲜嫩的莲子还可以食用，既清香可口，又祛湿解暑。爷爷，这个。我就说呀，到底愿没来？这样咋办？这选3个，选3个。对，都好看。这东西多了就好看。对。等我妈回来呀，那边的。这个，他觉得等你太久了，还不想进去，实在想找个地儿住。开始张花。送不了这赶日我一定送。对，一开就谢了。25.20。放给你揪了。最近的。哎呦，辛苦了。他留手近。好，不客气。煎饼果子可谓是中国最常见的市井美食了，西北角的煎饼果子摊位更是比比皆是，而且几乎家家门前都在排队。游客们来到天津这个煎饼果子的发源地，自然就想尝尝正宗的煎饼果子和自家楼下的有啥区别。今天太疯狂了，每一天都这么疯狂，每天都这么疯狂，对，天天这么疯狂，天天这么疯狂，生意太好了。一套大的，放点辣椒，来，2块钱一套给你加一个，还有要点一个12的，还要辣不要辣？12那个要辣。哦，也是绿豆的。对。
绿豆的，正宗的天津煎饼果子。对。为了顺应年轻人追求新奇的口味，天津的煎饼果子也出现了很多新鲜有趣的吃法。但绿豆煎饼加薄脆或果子，调料只有葱花和甜面酱，依然被视为最正宗和传统的吃法。2017年，煎饼果子入选天津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美女，你多少钱的？啊，多少钱的？几个？一个12的不放葱，然后大姐给我分2半。要辣椒吗？少一点点。我要葱尾巴。书写8道上2元。3套的，1套不要辣椒。3鸡蛋2果。啊？3鸡蛋2果。3鸡蛋2果那是9块，我给你多扣了1块。那我现在2鸡蛋了。9块那张那个加果那个不放辣的，10块不放辣的。你一会儿那个我弄着下来再告诉我。美丽是为了在面上这是先泡过的绿豆，对，泡过也洗过，泡过洗过。而且一个4个大好给它做的会低味儿。那就好几样品呢。哎，对，但是现在呢，一个人的排队另外2要搬走了这个。葱反正我也放啊，一个12的不要葱花多放辣。要辣椒吧？那是别地儿买。2份的品尝果子不排队呀，品尝大果子啊。过去了。生绿豆的馅果子，现磨现卖，生绿豆的啊。收钱8到账12元。酱牛肉的味儿更想吃。你们还要这个吗？牛肉不？你好，老板。行，这点面暂时够了。到事儿了。这是什么面呀？大米面跟糯米，它叫熟梨糕。这个梨啊，跟咱吃的那水果那个梨也没嘛关系，它是一个口一个梨，就是那个意思是熟了的意思，是吆喝的一种方式，有点像地方方言一样，就是熟了，就是那种意思。但是时间一长了呢，就变成熟梨糕，就起了个名字嘛。我们小时候这东西都喊叫味味糕，上面有个鼻儿，那个鼻儿的响。但是现在也不能弄，那玩意扰民，会让人家投诉你。来这个是吧？大油饼，没见着有。您做1份，您当俩酸梅汤不就20吗？好吃您再买，行吗？碗你别少了。对，有时好吃不好吃的回来糟践了，对吧？我就要2份，您刚才少了1份，少2份。这是8个口味，有山楂的、豆沙的、巧克力的、黄桃、草莓、蓝莓、红萝卜、菠萝。行，行吧。
一共8块8个味儿是吧？龙须酥是中国民间的传统小吃，它的主要原料是麦芽糖。相传是汉代的御厨发明了这种以纤细糖丝精制而成的美食。这些御厨会以其精巧的技艺表演整套制糖过程，并供皇室和达官贵人们即席享用。明白的啊，你这个整合的，哎。你好，老板。不忘了分别在哪儿分的吗？你跟我说你附近有什么门店？龙须糖。对，龙须酥。你跟我说你附近有什么门店？这些是糖粉是吧？藕粉，白色的藕粉面。藕粉哦。分钟吃2万多根。2万多根。对。这是麦芽糖吗？蜂蜜麦芽糖。啊。1分钟吃2万多根。有码吗？有，扫那儿行。你已经叠了几次了？ 15道左右，我已经看糊涂了。已经叠完了，这是。对，15道左右已经很细了啊。哇！漂亮。那小姑娘，等会儿，送你一个吧，送你一个，来。 先吃着，来，送你个小子。你是吃哪枚？还行，没事吧？放里边。放上面吧。前几天收个假的。对，收了一层。啊，还有假的现在。哦，对，没仔细瞅。 看着挺新的，然后我都没摸，我都自己找吧。自己看。现在想吃吗？谢谢老板。哎，不客气，慢点吧。茶汤是老天津人喜欢的一种甜口零食，冲茶汤的龙嘴大铜壶更是天津的民俗文化象征之一。 茶汤的底料是磨成细粉之后炒熟的小米或熟米，冲泡之前先用温水把熟米粉调匀，然后再用龙嘴大铜壶中的沸水冲成茶汤。工商银行收款9元。来一个，这是我先买的。来一个。这是8块的。哦，8块的啊。18花生、葡萄干、白糖、红糖、青红丝。 看它层的是15的，还有全料就是20，都加。哦，全料是20的。对。5块一个。白糖。白糖。红糖。工商银行收款15元。蔓越莓、巴达木，这是榛子，跟季节不同调换那些坚果。还有青红丝。对，还有青红丝。门钉肉饼是京津地区的传统小吃，因为它的形状像古时候城门上的门钉而得名。普通的肉馅饼大多是扁的，而门钉肉饼则是高约3厘米、直径5厘米的圆柱体。一个门钉肉饼的价格是4元钱。这家店还卖天津另一种特色美食豆皮卷圈，它是用绿豆薄饼做皮，以绿豆芽、粉皮、香菜和腐乳等配置呈现，
裹成圆柱形油炸而成，然后像这样卷进大饼里吃。这一个一个做的这是满满的爱心的，对吧？哇，哎呦，吃饱，馅儿大，满满的一包。看见了吗？看见那馅儿了吗？做的别吧，阿姨。老板太实在了，看见了，都是纯的肉啊，都是纯的肉。太好吃了，你看这金黄金黄，是不是？金黄金黄。这小就尝尝咱们家的门钉肉，是吧？知道吗？算门钉肉王，知道门钉肉王。啊，欢迎兄弟啊！调料的滋味都在这里边了，是吧？对，我放好了。这是粉丝啊，豆芽、香菜、香菜。啊，吃过，我以前来过天津。哦。哦，提前都弄好槽了。对，没有特别大，也没有特别小的。这个是天津最传统的早餐嘛？对，别的地方还没有这种。是，确实没有见过。只有天津有。这是怕那个馅料掉出来是吧？对。给我们看一下美颜啊。好。那么多事儿呢。都举个善全了。就天津吃这种酥酥的炸糕啊，对，其他地方都没有。这是多少钱一个呀？2块5一个。哦。天津银行收款5元。长度近1米的大糖果子是在油条的面坯上加层红糖炸出来的。这东西外酥内软，甜而不腻，每一口都充盈着红糖的甜蜜和油条的软润，绝对称得上是顶级的脂肪碳水双重炸弹。哦，对，我来的晚点了。3.1元。哎，下雨了？早上下了一阵儿啊。一次收款3.4元。姐多少钱一斤？13。我要明天吃，我怎么保存？这个跟个大枕头似的。放那儿就完。跟个大枕头似的。上行吗？不用搁冰箱。那个搁冰箱也行，不搁也行，怎么搁也行。那不如打一下就行了。对，或者空气炸锅也可以。空气炸锅也行。空气炸锅是最好了。空气炸锅最好。来13一斤。来这一半吧。来这一半。
多少个？7块5，7块5，行了。再等着点，再来一个。还行，我您要是留着的话就。哎，切了切了。多次收看深夜大人。好嘞。这儿说。5块钱。4块9啊，4块9。你买多点儿。还不够，他说1小多次收看世界救援。能再给我套一袋，我收包里。咋卖的？论斤的是吧？13一斤。多次收看救援。这是给煎米果的炸果粒儿。哦，前面夹那果粒儿啊。俺煎饼那个。都不直接吃这个。多次收看世界救援。就是煎米果的里头煎。大饼加果粒儿多吃个香。到吗？要给他夹。哦，明白。那你给我切2粒有糖的。13一斤。13一斤。你给我还有面吗？你给我大概切个20根，甜的或者甜的，大概切这么1溜就行，就切这么1溜。切个无糖的还咋？跟那个人差不多。支付宝到账5点4元。你好，大姐，我拍一下。嗯，要辣的吗？啊，那不要辣的。哎，再来一酸的。这个是大饼卷一片啊。这是大饼鸡排加卷签儿。哦。哎，一共11块5。嗯。总共多少钱？6元套餐再加一切件是吧？对，7块。冷阳裤也猛了，来，还有老味儿鸡排吗？老味儿没有了，就香蒜2两了现在。那半拉这个，然后一个卷圈儿，然后一个鸡蛋，熏鸡蛋，还有土豆丝儿。好的。酱辣子要吗？不要辣子。你给我拿个小袋儿呗。好，可以。没事。这就是天津人的标准早餐。也不算标准，反正就挺好吃的，是吧？8块，还有嘛来我忘了。还有那个嘛土豆丝儿，还有卷圈儿。土豆丝卷圈11、12，这是给你算错了，这是12。我给你加一块。这是我买了好几个礼拜，不都11吗？那不可能啊，那都是没有土豆丝才11了，有土豆丝都12了。我给你加一块。哎。这是一个来自于新疆沙车县的家族企业，他们家的烤包子有羊肉和牛肉2种馅儿，价格都是5元钱一个。烤包子的炉膛要提前用盐水降温增湿，以延长烘烤时间，让烤包子有充分的时间熟透。啊，盐水啊！
羊肉馅的烤包子会沾上一些白芝麻，以便和牛肉馅的包子区分开。我把伊犁所有的县都转遍了。哪头去了吗？去了。长看新疆吧，不是对吧？是。就这个。这个面是南疆那边的。南疆那边的传统吃法啊。对。这样还得多久啊？10来分钟。10来分钟啊？这边没有这个坑。没有这个坑啊？没有，这边没有。啊，得专门定做，发过来。新疆发过来。哦。现在也不贵，现在30块钱嘛，要不？以前也不贵的。以前不贵。拿来干嘛？多大也行吧？给你爸爸说过包子了吗？这个他이름이 사서 어디만 사서 넣을까? 아무 사서 싶어.羊肉2个。天津银行收款15元。我甚至还用小钩，怕把它戳破了啊。天津银行收款15元。天津银行收款10元。这么一收拾，他家里都变干净。一个牛肉，一个羊肉。天津人吃的老豆腐有点类似我们山东的豆腐脑，也要浇上浓稠的卤汁。不同之处在于，天津人还喜欢往老豆腐里放芝麻酱。在这吃啥呀？在这吃吗？天津方言称锅巴菜为嘎巴菜，锅巴菜是以绿豆、小米磨浆摊成薄厚均匀的锅巴，切成小条浸在卤汁之中，加上芝麻酱、腐乳汁、辣油，撒上香菜末等小料制成。和游客们不一样的是，我是来西北角吃午饭的。卤汁醇厚、配菜丰富的干拌面是这家店的特色。虽然口味偏咸，但味道确实非常不错。尤其是卤汁里面的糖醋面筋，吃起来甜甜脆脆的，不经意间吃到一口，感觉相当惊艳。羊肉烤包子的味道还可以，就是太咸了，我只好买了碗豆浆，中和过高的盐分。